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面的节目，我向大家介绍了太阳系的太阳、月球、行星和矮行星中的冥王星和王神星。今天咱们来聊聊位于火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在这里潜藏着数百万颗大大小小的小行星和彗星，只不过这里的彗星周期都很短，一般也就是5-6年时间，知名度也没有哈雷彗星大，所以在这儿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在视频下留言，我另找时间向大家介绍。小行星带对地球非常重要。首先，小行星带的天体可能受到引力的扰动，轨道发生改变而撞击地球。实际上，绝大部分落到地球上的陨石都来源于小行星带。就比如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的陨石坠落事件和6500万年前造成恐龙灭绝的那次小行星撞击，都被认为是来自小行星带的天体撞击地球造成的。除了可能对地球造成危害，小行星也可能成为资源的宝库。在小行星上含有大量的金属矿石，比如铁、镍、铂、金等。这些矿物对地球或在未来对外太阳系的深空探测提供很大的帮助。第三，在小行星上很可能存储着太阳系原始的信息，这些信息对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太阳系的早期情况会有很大的帮助。小行星带真正被发现是19世纪初的事儿，但说到小行星带的发现，我们要从1619年开始。在那一年，开普勒提出了他著名的开普勒第三定律。开普勒第三定律表明，行星轨道半长轴的立方和它轨道周期的平方成正比。有了这条定律，再加上后来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天文学家即使不知道地球的轨道半径的具体数值，通过观测当时已知的水、金、火、木、土这5颗行星的运动，得到行星运动的周期，就能够知道这5颗行星的轨道半径和地球轨道半径的比例关系。我们把地球的轨道半径叫做天文单位，也叫做 AU。一个天文单位就表示一个地球轨道半径，也就是1 AU。水星和太阳的距离大约是 0.4 AU， 金星和太阳的距离大概是 0.7 AU， 火星和太阳的距离大概是 1.5 AU， 木星和太阳的距离是 5.2 AU， 土星和太阳的距离是 9.6 AU。 1766年，德国科学家约翰·丹尼尔·提丢斯在描述太阳系行星轨道分布的时候发现，如果按照屏幕上所示的公式来近似地描述已知行星和太阳的距离，所得的结果能很好地和观测数据相符。就比如水星按照公式算，轨道的半径正好是 0.4 AU， 金星按照公式算出来的是 0.7 AU， 也符合观测结果。当然，这个公式只能近似地估算行星的轨道半径，和真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近似已经非常不错了。然而，提丢斯的这个猜想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1772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波德推广了提丢斯的假说，并用它预测了新行星的存在。提丢斯的假说到这儿才开始得到重视，因此提丢斯的假说也被称为提丢斯波德定则。1781年，人们发现天王星，它的轨道半径也符合提丢斯波德定则，这让当时的人们对提丢斯波德定则深信不疑。在这儿我要补充一句，后来发现的海王星，它的轨道半径和提丢斯波德定则差距就比较大。现代科学认为，提丢斯波德定则只是一个经验公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天体系统。回到刚才提到的提丢斯波德定则，当人们开始相信提丢斯波德定则之后，他们却发现，按照提丢斯波德定则计算火星轨道半径的时候， n 等于2，算出来的火星轨道半径应该是 1.6 AU， 这当然和实际观测有所差距，但差距不算太大。
而观测到的木星轨道半径是 5.2 AU。按照提丢斯波德定则反推，木星的 n 应该是等于4。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在 n 等于3时，也就是距离太阳大约 2.8 AU 的地方，应该还存在着一颗未被发现的行星。于是就有大量的天文学家苦苦地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这片区域寻找着这颗未被发现的行星。1801年元旦，天文学家皮亚奇在距离太阳 2.7 AU 的地方观测到了一颗缓慢绕太阳运行的天体。这个天体后来被命名为谷神星。然而，谷神星实在是太小了，它的半径只有473公里，远远小于地球、火星，甚至是水星。难道在 n 等于3的这个 2.8 AU 的轨道上，真的就只有一颗这么小的行星吗？天文学家没有放弃搜索。1802年，德国天文学家海恩里希·奥伯斯在这个距离上又发现了第二颗绕太阳运行的天体智神星。后来，天文学家又在这个距离上发现了更多的天体。他们终于明白，在这条 2.8 AU 的轨道上，并没有一颗大型的行星，取而代之的是数量众多的小行星和彗星。这些小行星、彗星汇聚成了一条带状的区域，后来这里就被称为了小行星带。再到后来，人们又在海王星轨道之外发现了另一条小行星带，也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柯伊伯带。为了区别，火星和木星之间的这条小行星带也被称为主小行星带，简称呢就是主带。不过我在下面叙述的时候，还是遵从习惯，把它称之为小行星带。目前，天文学家已经在小行星带发现了超过100万颗小行星，占到目前已经发现小行星数量的 98% 以上。如果再加上还没有被发现的，这里的小行星的总数肯定超过数百万颗。所以这片区域被认为是太阳系内天体最密集的区域。其实所谓的密集也只是相对而言，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不然之前从这里穿过的那些探测器岂不是很容易就撞到了吗？实际上，无论是最早进入小行星带的先锋10号，还是后来的旅行者号、卡西尼号以及新视野号等探测器，它们都平安地穿过了小行星带，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探测器在这里发生碰撞的概率还不到10万分之一。关于小行星带的形成，发现智神星的海恩里希·奥伯斯提出了法厄同星的假说。他认为这块地方本来有一颗类地行星，名叫法厄同星，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被撞毁了，剩下的碎片就在这儿形成了现在的小行星带。但是这套假说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怎么能把一个天体撞得这么碎呢？还有就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它们各自的化学成分都存在着差异，这不像是源于同一颗行星的等等。所以这种假说目前已经被主流的科学界给抛弃了。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小行星带是在太阳形成之初，太阳周围的分子云开始聚集，形成原行星。这点我在前面关于太阳的那期节目里也提到过。在小行星带这儿也有原行星存在，但是由于更远处木星的巨大引力扰动了小行星带的物质，阻碍了小行星带原行星的进一步袭击，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包含着数百万颗小天体的小行星带。根据观测，小行星带的范围覆盖了离太阳 2.1 到 3.3 AU 的广大区域。如果您仔细看，小行星带其实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它有点像行星环，中间也有缝隙。因此天文学家就把小行星带从里到外分成了3个区域，也就是3条子带。谷神星所处的子带叫做主带中心带，这是小行星带中天体最密集的区域。在中心带内侧的子带被称为内带，它的范围从 2.1 AU 到 2.5 AU， 而在中心带以外的子带则被称为外带，它的范围从 2.8 AU 到 3.3 AU。 小行星带对地球最大的威胁
就要算我们平时看到的流星了。这些运行在小行星带的小行星，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受到某种扰动，改变飞行的轨道，飞向内太阳系。而这些飞到内太阳系的小行星，又会有一部分运行在地球轨道附近，成为近地小行星，还有一些则会直接被地球引力所捕获，成为流星。其实，地球每天都在遭受小行星的撞击，只不过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非常小，小到根本就穿不过大气层就被烧完了，对地球的生命构不成什么威胁。但真正要担心的是那些体积比较大的小行星。前面提到的那次发生在2013年的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的小行星撞击事件，那颗小行星的直径大概有20米，在进入大气层后，该小行星在距离地面大约23公里的高度发生了爆炸。这次爆炸的威力非常巨大，相当于20颗广岛原子弹。所以即使是高空爆炸，冲击波还是震碎了很多建筑物的窗玻璃。这也是自通古斯大爆炸后1个多世纪以来有记录的最大的地外天体撞击事件。目前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的数量不少，天文学家通过观测计算，把那些对地球造成威胁较大的小行星称为潜在威胁小行星。它们的直径至少在140米以上，而且它们的轨道和地球轨道非常接近，最近的距离不到 0.05 个 AU。 这样的潜在威胁小行星，全球共发现了将近有2000颗。它们当中，如果有1颗撞到地球，威力将超过2万颗广岛原子弹。幸好，撞击事件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一般要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有一次。但也有不少科学家认为，这明显是低估了小行星的危害。有人推算，像2013年俄罗斯那次的撞击，可能每60年就会发生一次。比如2019年小行星2019 OK 就差点撞上地球。这颗小行星的直径在57到130米之间，它和地球最近的时候只有72000公里，这个距离还不到地月距离的1/5，是真正的擦肩而过。如果它真的撞上地球，威力至少要相当于几十颗广岛原子弹。这次没撞上，真是万幸。目前，人类已经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控体系，监视近地小行星，包括泛星计划、近地小行星跟踪计划等，还发射了广域红外巡天探测器，在红外波段进行观测，帮助发现和分类小行星。一旦发现真有小行星可能对地球造成威胁，目前人类能够采取的防御手段包括轨道偏转，发射探测器去撞击小行星，改变它的轨道，使其偏离地球。第二点呢，就是引力牵引，利用探测器在小行星附近飞行，通过引力改变小行星的飞行轨道。第三呢，就是爆炸摧毁，也就是在小行星上安装核弹或者其他的爆炸装置，通过爆炸将其摧毁或者改变轨道。因此，对于小行星撞击地球来说，只要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都还是不大的。真正可怕的就是像2019 OK 小行星那样，提前1天才发现。万一这是一颗足够大又刚好撞向地球的小行星，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应该很难能做到那么迅速的反应。所以，像电子号这样能够快速发射的运载火箭，未来在保卫地球免受近地小行星的撞击上，还真有可能成为像军舰上的郡防系统一样的最后屏障。好，关于小行星，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